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灑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親尋找的東西，而我只求勝，只有勝者才有資格論道。道，確實是我父親時常念叨的詞。剑道，父親，何為劍道？所謂劍，是指劍術劍法。一柄劍可以煉至多強，從能敵10人，到能敵100人，最後敵1000人，甚至敵萬人。我們這些劍客便日復一日修煉手中之劍，就是希望可以將它煉至最強，能與天下敵。我覺得我的劍已經練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強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麼呢？曾經的昆崙劍仙說過，
他的劍法有3重境界。第1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認為，所謂道，便是一個拔劍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強一劍，或許只有出1次的機會。可惜無法再保護你了。我方才說過，無雙城的人沒有資格提起我父親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麼流水星雲，破！什麼宗師氣象，破！什麼天下無雙，皆可破！此刻你殺得越兇，你便輸得越快。败了，你想要我用殺人術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劍勝過你。是他，你認識他？暗河直三鬼，蘇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麼這一切都可以解釋了。劍長老，此話怎講？難道說無雙城與暗河還有什麼牽扯？而且還與無劍城有關？城主不必多問，都是些過往事了。啊，師父，劍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戰的對手，想要與其一戰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這樣的對手確實值得一戰。師父，那該怎麼辦？不必擔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會安靜下來。小無雙，待你長大之後，一定要帶他去找值得一戰的對手。老城主，這是要敗了。他本就應該敗了，只是這一敗晚了10幾年罷了。若是當初敗了，他還有機會東山再起。可今日敗了，他便是真的敗了。來了，老城主最強的一劍，成劍上九天。龍吟落黃泉，應是你落黃泉。結束了。玉如意。純粹的劍氣。師父，這劍匣怎麼自己還會動？方才並不是劍匣自己動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經意間催動了無雙劍匣。這2天，
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礎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，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師父在我面前被殺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師父此刻已筋脈尽斷，現在未死，也全憑身上那口真氣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幾日了。周公子，為何要出那最後一劍呢？一名劍客的死，並非肉體上的生死，而是劍心的存亡。劉雲起的劍心已被我擊潰，此生再也無法握劍。他已經死了。是。多謝周公子。其實我們見過。是的，當年共於魔教之時，我曾見過公子的劍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來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賞你，你和你師父很不一樣。你的劍法中沒有太多力氣，只是承載的過於重，無法讓劍隨本心，所以始終無法達到自己的最強境界。很多人都這樣說過。既然長老們將無雙城交付於我，我便不得不把無雙城的榮辱都放在我這柄劍上。天下無雙。聽聞昔日曾有白羽劍仙救弟子於天啟城的法場之上，離去之時，一劍斬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麼今日，我若一劍將這4個字斬斷，無劍城之名，定能重新名揚於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請不要妄動。7日之後，你我一戰，若你敗了，我便將其斬斷。好，7日之後，無雙城後山劍爐旁，我願意看一看公子的劍。好。這小子換了個名字，行事作風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。問劍無雙城也就罷了，竟然還將老城主打成了殘廢，太囂張，太霸道。早點如此，我們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來是最不喜歡出風頭的，可這一次全天下都在討論這個無劍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麼？只是宇哥在最後一刻使出的招式有點類似18劍陣。當初幫助各大門派抵禦魔教東征時，宇哥曾在眾人面前用出過這18劍陣，所以隱隱約約就有些人在傳言，無劍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直三鬼。只是因為這個推斷太過於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於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於無聲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陽光之下，還去挑戰曾經最輝煌的門派，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啊。那他事情辦完了也該回來了吧？哎，不對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約了無雙城城主宋燕回，獨戰於無雙城後山。啊？蘇沐雨腦子壞掉了。無雙城城主應當是不太好對付的，宇哥這次啊，怕是真的起了好勝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宋燕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等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實應該找一天斬斷了，不然他一輩子心中都要記掛着那仇怨。而我，也在等着這麼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吳建成覆滅的幕後黑手。不過看他此番行徑，他應該是探查到了幕後黑手是無雙城。無雙城早就不配是天下無雙了。不過，劉雲起敗了，還沒完。還有什麼？蘇沐雨和宋燕回約定好了，4日之後，無雙城後山再戰。或許真正的復仇是該屠滅無雙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畢竟無雙城也並非都是劉雲奇之輩，而以殺之上也有無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劍債了，以後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負這些過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後，明日依舊是嶄新的日出。沒想到那家伙還真的問劍無雙了。人家問劍無雙，揚名天下，你得意什麼？不過卓越安，卓越安，沒聽過。卓越安就是蘇沐雨，他本是天下無劍城的少城主，如果不是因為突遭變故，他長大後定是有機會拜入學堂的。造化弄人啊！所以你這是要去看熱鬧？以現在的身份進入無雙城，如果被人發現了，可是個大麻煩。那你興奮什麼？因為這個熱鬧是有人撺掇出來的，他想借蘇沐雨的劍引起無雙城之亂。無雙城乃昔日天下第一城，如今武學一道落了下乘，可氣質一道仍可稱第一。這塊肥肉我們盯了數年，也確實到了吃下肚的時候了。一個只求勝的瘋子，和一個禁錮於所事的傻子。無雙城的天早該變一變了，只是如今正好用上了卓越安的事。然後那個人好從中獲利，而且他還是朝中之人。這件事情你跟我提過，之前我想派人去無雙城，被你攔下了。這一回打算怎麼做？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蘇沐雨把有人想要利用他這件事告訴了我，我已經提前做好了準備。他既然想要讓無雙城亂，好，
那就讓它更亂一些。怎麼更亂？來人！殿下，四淮城那邊如何了？我們的人與那城主府的大弟子交往多年，直言此人是個無腦無能之輩，易被策反。至於另一位，也已出關，願助我們一箭之力。蘇昌河呢？可有探查到動靜？暗河之人着實隱秘，我們只發覺此人的點綴痕跡，但應是朝着四淮城方向無疑。剑道之争却无当世剑仙，是不是缺些意思？好，那就让我们恭候各位剑仙齐聚无双。真正的棋局就要开始了。那是何事？暗河蘇家家主蘇沐雨問劍無雙城，將與無雙城城主宋燕回有一戰。我討厭你們，卻覺得姬若風這家伙還不錯。說吧，這次找我又有何事？堂主無事找嚴先生，只是有一場趣事，怕先生錯過。一件和劍有關的趣事。是凡尘之事。李掌教，师傅。贵客远来，是带了什麼消息嗎？見過玄劍仙。哼，也不知這姬若風是不是在我望城山藏了什麼眼線。明明我的好徒弟沒有下山，也不曾和人比試過劍術，可偏偏就得了什麼玄劍仙的名頭，讓我這原本避世安寧的望城山難得安寧。師傅，別對人那麼兇嘛。遠來便是客。我奉堂主之命，傳一個消息給玄劍仙。說便是了。蘇家家主蘇沐雨問劍無雙，戰無雙城前城主劉雲起勝，隨後約戰無雙城城主宋燕回。這和我望城山有什麼關係？你回去告訴姬若風，以後再來我望城山造次，我去天啟把他的白小堂給砸了。姬堂主是想要我前去一關，可是我不能出這望城山。姬堂主天下白小，又怎會不知道呢？堂主也邀請了其他幾位劍仙，因為堂主認為這一戰很有可能會在江湖上再誕生出一位劍仙來。若一夜之間江湖上變成6大劍仙，豈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？劍仙，他一定會去的。他這般愛劍如痴的人，師傅，罷了，你自己做決定吧。轉告姬堂主，玉珍心領了。好。撤。走。
是中女。白小棠果然消息灵通，才初见便认出了我。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各地拜访剑仙，便想着来这里等上一等，没想到运气不错。原来你是想寻白小棠买消息，那你随便找个分堂花钱便是了，何必堵我？当我不知道吗？你们白小棠似乎和内卫司有着什么猫膩，有些消息从不出手。你想知道的是關於玄武使唐连月。如果你不愿意給，倒也可以。我嘛，總有辦法逼得你給。你回去問問你們堂主吧，解藥下次再給。师傅，颜回，你醒了。你是不是会怪我？明明你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，我却一定要把你框在这无双城中，背上这一城荣辱。师傅，你觉得无双城是不是天下第一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你是不一樣的呀，顏回。從我見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改變這一切的人。你不比他們任何一個人差，你是天生便為劍所生的人。可我時常後悔，是不是我給了你太多的壓力，讓你無法跟他們一般自在？劍心之上便沒有他們純粹，你不該跟他約戰。師父，師父，你不該跟他約戰，明白嗎？師父，你不必太過激動，你別忘了，徒兒還有一招絕技尚未釋出。你是說枯榮劍法？你糊塗啊，那你也會死。會死，但不會輸。以我之死，成全無雙城的氣節，是我這個城主應該有的職責。你那徒弟能開啟無雙劍匣，是不是可以讓他？師父，無雙年紀尚輕啊，做師父的總應該走在徒兒前呢。你也是這麼對我的，而且我不希望無雙再經歷我走過的老路，我希望他有自己的選擇。至於無雙城的未來，就交給他們年輕那一代吧。好，很好，便依你的吧。我這一生做的都是些錯事，希望你們不要再走我的老路。
最近四淮城来了很多人啊。天下各派有入四淮城的人不计其数，都想进天下坊，要无双令。哼，那一定生意很好吧？原本是桩大生意，可来的人里面，甚至有大派的掌门，还有享誉天下的一流剑客，同时卖出这么多无双令，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，我们也容易暴露。而且，现在养无双令的高手越来越少。为何？他们觉得他们人来的太多了，多到无双城根本拦不住。你说这些人，攻个城都够了，他们要无双令干什么？到时候势必会造成更大的混乱。谁？我。师傅。最好别路过，但凡在我无双城的地界路过，我可就留不住了。